粤菜面点里边非常讲究技术的这么一个环儿，三馅一张皮，这比擀出来的皮儿圆，非常经典的粤式的小点心虾饺。先把馅儿做一下，第一，你看我们选的这个青虾仁，一摸很骨力啊，一会儿通过手法的打给它上劲儿。我们给它稍微的吸下水，给蘸干了，行了。这下线去了吗？去的时候也非常简单，一揪这小尾巴就基本上就出来了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去好的就不用去了，轻轻的一拍，给2刀起火，主要是要的这个大颗粒感。对，看，好嘞，好，切好虾仁，咱们放一边。然后第二步，我们给处理一下这个小料，肥膘肉一点瘦肉都不要，因为虾肉啊，没有脂肪。我们正常肥肉是虾的1半。我们现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吧，我们稍微给它放成1/3，就这么大的小丁，加一点肥膘肉，增加它的这种香度。笋也是切丁，这个笋放多少呢？放肥肉的1/3。姜啊要切的特别的细，但是不能让它嚼到姜粒。姜米，葱也是。得了。那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打这个馅儿。处理这个虾的时候啊，非常有讲究。第一步，盐，直接加盐。除了盐之外，胡椒粉，盐和胡椒粉先放。如果这个虾呀不是那么太新鲜的话，可以加一点什么呢？可以加一点蛋清，但是咱们这虾非常的新鲜，对，我就不加了。然后顺时针，咱们开始搅拌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它稍微摔打一下，把那个胶性啊摔出来。其实就使劲几下就出来，这就是盐起的作用。这个摔到什么程度呢？一定要摔黏了。然后这时候另外把它加味儿，就直接单加。单加，我们给它来点盐、糖，必须得搁糖。美极鲜味汁，要不搁点这个，给它腻咕略略。对，美极鲜味汁，稍微的来一点生抽，稍微的啊。这个时候还有关键的一个呢，猪油。也是猪肥膘的1/3的左右，3小勺，3小勺，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一个搅拌，让它起黏了。对，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笋放到里边，葱姜放里边。对，你看我们这个馅儿，这2个都拌好了，这时候兑进去，这时候再混到一起。这时候就不能摔了，抓，对，下手抓拌均匀，抓拌均匀。如果说要不单单弄。这合不到一块儿，对，而且这肥膘也没味儿。对，然后我们最后来香油，好嘞。实际上香油呢，调馅儿的时候必须得搁，对，但是要适当，主要吃虾的鲜味嘛。盐、糖完全可以提出整个这虾的鲜味来。这里边不放酒，会影响虾的味儿。对，影响虾的味儿，尤其是黄酒，绝对是不能放的啊。好，得这馅儿弄好了，搁这儿，这边。第二步，我们开始烫面了。咱们这个是小麦提纯，叫澄面。我这儿准备了一点生粉，这生粉是干什么的呢？比如说烫这个澄面，大概是半斤澄面1斤半的水，因为澄面它吃水特别的多。对，尤其是包虾饺，有的师傅呢喜欢硬点的皮，有的师傅呢喜欢软点的皮。拿什么找？加点生粉。对，加上生粉，这个软硬筋性马上就起来。这个生粉呢，跟澄面呢没有什么固定的比例，就一点儿。其实不用都行。但是不用呢，它的筋度不够，稍微加点生粉。一会儿在搓的时候，我们往里放，水开了。我们这个浇的时候啊，你别一点点浇，你就大概其1勺下去，猛一点，这样它熟得快。下猛料，迅速。它这个澄面啊，特别吃热水。对，烫完之后呢，你看，我们给它充分的搅拌。好，这会儿我们给它捏一捏啊。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烫的比较合适，所以说这个生粉呢，我先不放，我先搓一搓看。对。别怕烫啊！你别可着一个手这么干啊！你2手同时啊，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，它这样就有一个缓冲的机会。对，你看往里叠，然后这会儿这个面出来之后，要往里边加一点什么呢？猪油，一个是调节它的软硬程度，二一个是来讲呢，让猪油啊它会更润，稍微加点猪油。我看这生粉都用不着了，看这个。那软硬程度还挺好。对，揉的挺好。这粤菜里边用澄面用的多。
你看这个面，你感觉它很利落有弹性，软硬适中。看这面就算成了。好，这馅儿通过这个冰箱的这个冷藏，软韧也适中。胡萝卜丁啊，可以焯水，也可以不焯水。什么时候包再往里放，因为胡萝卜出水啊。我们这个我就直接放里边了啊。小青豆这也得焯和水，去皮儿的，也是给踹色用。师傅，哎，下面我们开始包了。好了，这个包虾饺啊，是粤菜面点里边非常讲究技术的这么一个环儿。首先呢，先取一块澄面啊，三馅一张皮。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呢？这儿备块毛巾，然后我们用这个专门的拍皮刀，上边一定要刷点油，让它有一点油性。刀上这油之后啊是光的，摁一下。哎，你看啊，上面有油，底下没油。你看，这就是棒，倍儿圆，这比是吧？这比擀出来的皮儿给圆。哎，包的时候呢，油面朝外，不油面朝里，搅拌一下。网友朋友们，这个包这虾饺的技术啊，在家没事啊就可以练一练。上馅之后往一边走，对，这个包是这么包，横着推，用手指头看看往上碾啊，碾之后，哎，这个碾，这个往上跟啊，这个碾，这个往上跟，哎，这碾这往上跟，好，行，好，然后边儿呢，我们给它拿捏一下，怎么着呢？去掉一个，哎，行了，有一个。那么咱们用家里的刀，咱们试试啊。哎，小朋友们在家啊可以玩一玩啊，非常的，哎也行，看看，哎，家里都也行。这小饺子包的啊，匀了，嗨了，你看这小锅正合适，嘿，盖上盖，看看没有啊4分钟。 ？4分钟，OK。这个虾饺蒸过了也不好，对蒸过了裂了裂了。好了，好哎问我我们关了火，1、2、3，走炸，走着。嘿，哎，这个面点这人啊，时间观念非常强，哎，个个饱满，晶莹剔透。我们还有一步最重要的是什么哎，要呢？刷点油，哎，刷点油，哎，哎，这样呢更亮，更水晶嘛，橄榄油嗯，更亮，水晶虾饺嘛。好，考验你的这馅儿拌的好与不好吃，一沾醋一条完。对对啊对对对，哎呦，看了，这还真够意思，看看那个馅儿弹不弹？这个馅儿拿的这味道非常准。你看你师傅聪明，一口就装对这个。得嘞，味儿拿的准。应该说亮子呢，不是单单做菜做得好，这么多年能把这个面点还能保持到这种手艺保持到今天，我觉得也很不易，是吧？不是光把菜做好了，面点也很重要。得嘞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关注老饭骨，也希望朋友们关注，教你亮，教你把菜亮起来。哎，好，小娇最后还不忘给自己宣传。好。有网友啊，就一直想让大家二伯讲讲各种淀粉的用途。淀粉呢分不少种，第一就是我们常见的生粉，有后下边呢有绿豆淀粉，有玉米淀粉，有藕粉，有菱角粉，有马蹄粉，有白薯粉，有土豆粉。这些淀粉它的性能不一样。先说第一种呢生粉，它叫多链淀粉。像其他的淀粉呢叫直链淀粉。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呢？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汤，做汤呢，像一些烩菜，勾汁明汁亮芡的，比如酸辣汤，或者做一个浓汁儿，但是不是很浓的啊，就是像比米汤芡儿稍微的浓厚一点。这个我们一般都采用生粉，它比较透亮、粘稠。但是我们要炒菜用，像北方像这个川菜、鲁菜、淮扬菜，大部分都用绿豆淀粉或者是那个玉米淀粉。有的地区呢，像川菜用的白薯粉、土豆粉。像那马蹄粉和藕粉还有菱角粉，都一般做甜品，
要用的，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。第二个特点呢，如果说生粉我们把这芡勾得太浓了，我们放水想把它溶解一下，它溶解不了，就是水还是水，芡还是芡。但是要像玉米淀粉、绿豆淀粉，还有其他淀粉，如果这个芡勾浓了，勾了一坨子，我们加点水，拿勺子一加热一搅，它这个淀粉呢就溶解了，所以它能溶解，生粉不容易溶解。这是多链淀粉和直链淀粉的区别。